白鹿身 V 連體褲亮相 Gucci 成都活動，從生圖爭議看時尚氣質規則、審美分歧與視覺符號的文化意義。一、事件回顧：從工作室精修到現場生圖，一場節奏迅速的輿論爭議。11日，白鹿出席 Gucci 在成都舉行的品牌活動。作為當下流量與時尚資源並行的女演員，她的每一次 red carpet look 都極具話題性。這次造型選擇了一套紅色深 V 連體褲，搭配公主切短髮，氣場鮮明。活動結束後，工作室迅速放出精修照，光線柔和，線條利落。紅色連體褲與她一貫的甜感面孔反差鮮明，呈現出一種甜酷平衡的高級感。然而，隨着現場直拍，路人圖陸續流出，風向忽然變得微妙。網絡上開始出現如下聲音：生圖差距大，氣質顯土。雙引號，像微商老闆出席年會。雙引號 ，Gucci 變 Tuxedo Gucci。雙引號，同場王楚然生圖秒殺。雙引號。與此同時，白鹿粉絲也同步曬出來自攝影師的高清相機圖，強調角度與光線問題，指責黑粉故意挑選死亡視角。這場爭議迅速擴張，不僅是對一套造型的評價，也牽動着明星氣質、生圖真實性、時尚審美標準、女性美的社會標籤等更深層議題。二、白鹿造型深度解析。為什麼公主切加深 V 連體褲更難駕馭？一、紅色連體褲，高飽和度顏色帶來的氣場挑戰。紅色本身就是極具攻擊性與記憶度的顏色，用於時裝時會產生3個效果：放大主體存在感，因此容易顯胖或顯壯；強化面部色差，膚色偏冷或偏黃都容易顯突兀；削弱面部柔和感，尤其是甜系長相。白鹿的面部特徵屬於甜感型圓眼、順滑的下頜線，帶點初戀感的氛圍。高飽和紅色容易與這種甜感形成對沖，使整體觀感在不同光線下差異更明顯。二、連體褲版型，硬挺結構 vs 嬌小骨架。白鹿的骨架偏窄，肩寬不算優勢。連體褲考驗肩寬比例、腿長比例、腰線位置、骨架氣場。在強光、硬直拍鏡頭下，這套造型會讓白鹿的骨架顯得更小，線條被服裝結構蓋掉，因此容易被說氣質不夠撐。三、公主切，最考驗下頜線與氣場的髮型之一。公主切與其間直髮都是對臉型非常苛刻的髮型，它要求下頜線清晰，五官立體，氣場偏冷。白鹿的氣質天然偏柔偏甜，因此公主切加深 V 加紅色3重疊加，讓她從甜感演員強行切換到氣場御姐，在某些生圖角度下難免出現落差。三、專家點評：白鹿為何美而不俗？她的氣質密碼是什麼？為了更全面解讀白鹿的時尚表現力，我們參考了造型顧問、形象管理師與品牌視覺策劃從業者的觀點，歸納出以下幾個關鍵點：一、白鹿具備乾淨臉特質，是高級感的基礎。專業人士普遍認為，白鹿擁有一種典型的乾淨臉，大而明亮的眼睛，線條乾淨的鼻梁，清爽的皮膚質感，情緒感適中，不會過度銳利，也不會軟塌。這種臉的優勢在於上鏡耐看，不油不膩，不會俗氣。這種不俗感也是它能不斷接到品牌資源的重要原因。二、白鹿的高級感來自它對留白的管理能力。比起去強調臉部銳度或成熟氣場，白鹿的魅力來自它的情緒不過度表達，微表情自然，神情中帶着一種不搶鏡的輕鬆感。這種自然留白很符合當下奢侈品牌喜愛的中性含蓄美。三、她的氣質不是強攻擊性，而是柔性滲透型。和許多以豔遇冷為主的女明星不同，
白鹿的氣質方向是陽氣感乾淨清爽，鄰家感親和不距離，元氣感靈動有少女氣。因此當她穿上風格太強的造型時，很容易讓路人感覺不匹配。但這種不匹配不是土，而是風格衝突。換句話說，她的底子是美的，只是與某些審美期待不重合。4. 為什麼網友評價會分歧巨大？社交媒體時代的生圖文化與審美撕裂。1. 生圖 vs 精修，兩種審美系統的衝突。精修圖呈現柔光、修飾比例、最佳角度；生圖呈現強光、不穩定角度、未調整姿態。對於骨架偏小的女明星來說，生圖常常會放大氣場不夠，而不是放大顏值。因此，兩套圖本就不屬於同一審美系統，卻被直接拿來比較，自然會引發爭議。2. 氣質圖與氣質高級，往往取決於觀者心中的審美腳本。有網友覺得白鹿土是因為他們期望紅色深 V 等於強勢御姐，而白鹿呈現的卻是甜感、輕柔、陽光。這種期待差造成落差，使得評價偏差更大。反之，粉絲與部分路人看到的卻是她的氣場輕盈，面部乾淨自然，造型時尚但不過度攻擊。所以在不同審美框架下，會產生完全對立的判斷。3. 網絡的對比文化放大了評價分歧。當天王楚然同場亮相，風格偏冷，偏氣場型，光線表現也更穩定，自然會被拿來做對比。但時尚圈很清楚，不同人適合不同風格，並無絕對強弱，只是對比式審美會讓爭議看起來更尖銳。5. 作為視覺符號的白鹿，它為何成為討論焦點？白鹿的男女粉比例均衡，它的外形與氣質滿足了多種文化投射，因此它本身就是一個視覺符號現象。1. 白鹿的視覺符號：乾淨加甜感加明亮。它代表的不是女王御姐，而是輕盈、明亮、溫度感、乾淨的青春氣。這類氣質在當下中國流行文化中有明確的文化意義，它是一種可親近、可投射、可擁抱的溫柔美學。2. 它滿足當代女性對非攻擊性美的需求。在審美多元化的時代，白鹿型的美特別受歡迎，因為它讓女性感到不需要強勢也能被看見，溫柔也可以成為一種力量，輕鬆的存在感也可以很高級。因此，它的美學符號具有一定的社會心理需求。3. 品牌為何選擇它？奢侈品牌挑選代言人時，看重3點：視覺可塑性、觀眾好感度、可持續的話題性。白鹿3項都滿足，因此它在時尚圈持續獲得高曝光。6. 總結：不是氣質土，而是風格選擇的不匹配。如果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，白鹿這次的爭議是她氣質真的土嗎？答案並不是。她的臉、氣質與基礎審美仍然穩定、乾淨、美。生圖放大的是造型與人設風格不匹配的問題。不同審美期待造成評價分裂。社交媒體時代的生圖文化加劇了對明星的苛刻要求。更重要的是，這次爭議本質不是白鹿土不土，而是公眾對女性美的期待不斷變動，而白鹿剛好站在審美文化討論的交叉口。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審美現象，一種文化事件。